杨氏太极拳之2.9提手上式，与第一趟的提手上式有不同吗？严重警告，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由于我们说的是武术而非养生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宽容忍让，这是我老师每次教我时所强调的。我老师每次都会提及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及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没解好，所以经常的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第二趟到了这里又会遇到个熟悉的式子，提手上式。而这里的提手与第一趟的提手用法不同，主要是前后接手的问题。我们先看打拳的形。或许这次的用法很多人会很熟悉，就是类似所谓的铁夹手，基本上就是一手上提，一手往下盖，不过实际上会有一些变化。我们直接从擒拿左手，这样比较容易做得正确。不然照经验，这个没手把手教，往往会做不出来。而且假如以擒拿的观点，这些会在第一趟。不过我们看的是整体，看太极拳在说什么，所以在这里较为合适。在第一趟起势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过，折腕的擒拿，所以我们再从折腕开始说起。说明一下，这些就算要相互对练，都有些危险性，所以要养成一个习惯。感觉无法承受时，另一手就要赶紧拍身体或拍其他地方，至少快速的拍2下，让对手知道要停手。操作时尽量要做到能让对手拍手的状态。在这里为了拍片，所以没做到标准。不过也要先说明一下，做到了标准，被做的人很可能会筋骨异位，这样会造成一直疼痛。好，再试。通常我们会做筋骨复位的动作，若没把握，对手感觉紧了，就要赶快拍手，不要等到极限。做完后最简单的复位法就是放松甩一甩，但不见得会成功。好，开始。再次强调一下，操作要缓慢，同时要透过手感受对方的状态，这就是听劲，要知道对方是否受制于你。复习一下折腕。首先，假如对手出力拳，我们必须将对手的手心转到朝上。其实光将拳心朝上，或者再过一些，就可制住对手。再进一步转小臂，固定手臂，折手腕。
加上蚕丝。更进一步，直接控制对手走步，基本上就会类似铁夹手。只要在伸出脚踩住对手的脚，或勾在对手脚的后方，双手往前送，就会成为摔。关于摔的部分，没有良好的保护设施及人员指导，请勿操作。另外一种类似铁夹手，就是使用侧向力，个人较偏爱这种。再进一步就是用肘弯处控制。再次强调，做不出来不要强做，保护好您的对手。这些最好都是借由手把手的教导较好。这些往往施力方式差之分毫，失之千里，会完全无效。所以这也是太极拳难传的原因之一。原本提手上式应该与后面的白鹤亮翅、搂膝咬步一起说，限于篇幅，那就下次。不过请记得，这是连续的。由于从倒撵喉起有一大段会在第三趟重复一遍，经过分析，其实是因应第三趟的状况不同，是应付对手的快速强攻的状态。因为假如第三趟再重复一遍的话，很多人会直接忽略，所以在此先提，下趟我们就直接省略，敬请见谅。但请记得，第三趟时所呈现的观点是不同的。假如您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也觉得不错的话，除了订阅、按赞之外，亦欢迎分享，让大家认识这套太极拳。想要查看其他的影片，可以点击视窗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以进入频道页面查看所有的影片。请点击此处。